大家好，我係 Micky。女字廳雖然間隔分明啦，容易擺放家私，但係好大機會其中一邊廳係冇窗㗎，採光比較差，感覺昏暗。今集我哋參觀嘅設計單位啦，正就面對住呢一個問題。設計師點樣解決呢？睇完之後咧，大家都可以下面留言講下睇法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㗎。仲未 subscribe 嘅朋友就快啲訂閱我哋 channel 同撳埋旁邊嘅鐘啦。小西灣我哋之前都有嚟過，當時就係參觀呢度暫時唯一一個嘅私人屋苑南灣半島嘅放盤。其實呢一區有90%都係住宅嚟㗎，不過絕大部分都係資助房屋，包括公屋小西灣村同埋5個嘅居屋屋苑。今集睇嘅設計單位呢，就係當中樓齡最細，而且有部分座數可以望到海景嘅富欣花園。望到個名啦，如果大家有睇過之前富榮花園嘅一集，應該都大概估到佢唔係由政府起㗎啦。未睇嘅話，可以撳翻右上角條 link 睇翻。佢係由參與多個私人參建居屋項目嘅騎士集團同埋房委會合作發展。1997年落成入伙，樓齡大約27年。8座嘅物業合共提供2300幾伙。由於係分咗2期發展啊，所以補價折舊率會有唔同，介乎4%至到4%8%。不過喺戶型上面呢，2期都係一樣嘅，提供431尺、484尺嘅兩房戶，同埋592尺嘅三房戶，分有長型、曲尺型或者女字型嘅客飯廳開則。參觀嘅係一個原則3房單位，女字廳，3間房沿住走廊入，都四正㗎。比較特別嘅係單位設有一浴一廁，但係就冇套房嘅。戶主係一對年輕嘅新婚夫婦，舊年買入單位之後就揾嚟識咗好多年嘅設計師朋友阿 Shin 幫手設計一下新居。由於佢哋暫時只係得2個人住啊，唔需要有咁多間房，阿 Shin 於是就將其中2間房打通，同埋將浴室納入埋房入面，變成一間大嘅曲尺型主人套房。另外佢哋都唔係成日煮嘢食㗎，就算煮都係簡單整啲輕食，唔會有太大油煙。所以阿 Shin 亦都將緊廚改為開放式廚房。一入屋啦，呢度係會先有一個玄關位喺度㗎，都唔細。其實咧係設計師自製出嚟嘅。因為戶主咧唔想一入嚟咧就已經係望住客廳啦，冇乜私隱。加上佢之後有機會係養寵物啦，都唔想呢個寵物咧係會衝出去門出邊㗎。就可以咧有需要嘅時候就閂埋道門啦。呢個緩衝區咧係戶主特別要求㗎，仲可以將室外同起居空間分隔，保持室內乾淨衛生。由於佢哋唔想有太多嘅訂造家私啊，所以阿 Shin 都只係做咗一組到頂嘅儲物展示櫃喺度，而門後面嘅凹位呢，而家就擺咗一張連鞋架同埋衣帽架嘅長凳。戶主之後再換其他款式或者家私都冇問題啦。呢度有大約42尺，見到都有唔少嘅走動空間。如果一大班朋友上嚟嘅話，就唔使堆晒喺門口除鞋同着鞋啦。因為開則嘅關係，加上只有飯廳嗰邊有窗，客廳本身就唔係特別光猛嘅。加門之後，玄關就更加需要長期依賴燈光照明。所以設計師就專登用長虹玻璃嚟做門，希望將有限嘅自然光線透到入玄關區之外，又可以滿足到屋主對私人度嘅要求。不過單咁樣做咧都唔夠㗎。而家設計師咧將呢度變咗做開放式廚房之後咧，光線咧就唔會有磚牆去遮擋咗啦，就可以咧透到光過嚟啦。你會見到就係我哋有2邊牆身都有窗啦。其實呢個形成咗一個曲尺型嘅陽光，可以引入去呢個中心嘅區域啦。同埋女字型廳咧，第2個缺點咧就係2個正方形合2為1啦，中間個過渡比較窄啦。所以新嘅規劃咧，我哋將呢個客廳、飯廳、廚房同埋呢個玄關區域咧，全部歸邊化咁樣去規劃啦。騰大翻個公眾嘅區域。難怪就算玄關佔用咗唔少嘅空間，而廚房又冇縮細到之下，客廳都唔會覺得細咗好多啊。加埋飯廳就大概205尺。見到間屋係非常之簡約㗎，冇咩花巧嘅設計，甚至絕大部分嘅牆身都用到白色處理。原來係因為屋主好中意收藏啊，有唔少掛畫、模型、藝術品同埋 designer chair，所以阿 Shin 就決定留白，等呢啲收藏品幫單位增添色彩。而為咗令到佢哋更加突出，亦都加入咗路軌燈。戶主就可以按住嗰一刻擺放嘅收藏品，自行調節射燈嘅角度或者加減射燈嘅數量。
不過就算再多嘅收藏品，純白嘅設計或多或少都會令人感覺單調，又或者真係好似去咗展覽廳咁樣㗎。咁所以阿 Shin 就將電視牆同埋旁邊嘅櫥櫃統一用到對比鮮明嘅冷灰色，咁令到間屋望落更加有層次，冇咁悶之餘，亦都有實際嘅功能。佢嘅陽光比較充足啊！如果我喺電視牆做埋白色嘅話咧，會有一個背光嘅效果，睇電視會好辛苦啦。所以你會見到我哋個電視牆咧，專登揀埋個黑色嘅電視櫃啦，成件事就會係一體化啲啦，同埋延伸到去開放式嘅櫥櫃啦。因為始終兩個唔同區域嘅牆面啦，好多粒粒突突嘅嘢啦，所以我哋呢個灰色除咗襯色上方面可以做到一致性高啲啦，第二樣嘢就可以修飾翻所有比較岩巉嘅粒粒突突嘅問題咯。咁其實飯廳嘅窗都幾大下㗎，咁加上直望就係海景，前面冇樓遮住，咁採光唔差，咁所以就算用到深色元素，亦都唔會覺得有好大嘅壓迫感。行入去就係睡房同埋浴室嘅區域啦。咁我哋先睇睇近廳房，係同飯廳同向。嗱，呢間房咧本身就唔係好大啊，不過呢間屋主要嘅收納空間咧都放咗喺呢一度啦。咁加上之後業主有機會係生小朋友㗎，都要預留翻個空位啦，俾佢放單人床。咁所以咧設計師都喺呢度咧就做咗個櫃間牆啊，咁就希望咧可以慳翻啲位。而家間房有大約52尺，咁主要係用近窗嘅一組櫃嚟收納，而近門嘅呢一組櫃咧就係隔離房用嘅。咁雖然房門旁邊都仲有個矮櫃啊，咁但係其實佢只可以喺走廊度打開，俾屋主擺下吸塵機、摺凳等嘅雜物。咁所以喺房入面呢，你可以當佢好似一張台咁樣用。咁但係如果之後想擺一張書台嘅話，咁放完單人床之後都仲有位嘅。嗱，好多時候，尤其係3房或者以上嘅單位，連貫睡房嘅走廊都係又長又暗㗎。咁既然暫時未有小朋友，阿 Shin 於是就特登將呢間房變向走廊嘅部分牆身變成玻璃間隔，咁就可以透過細房嘅窗，將自然光線同埋海景引到去走廊。咁當之後有小朋友嘅時候，喺房入面加返銅簾就得啦。走廊盡頭係主人套房，重新規劃咗之後就變成一個幾大嘅曲尺型空間，有大約165尺，咁所以佈局都可以好分明啊。咁先係寢區，再入去就係工作區同埋衣帽間。咁但係點解將雙人床阿 Shin 唔擺翻喺原職主人房，亦即係而家嘅工作區同埋衣帽間嗰度，而且仲要背靠窗呢？原因就係屋主佢話佢喺房都唔會留意海景啦，因為始終嗰間房嘅窗比較細啦。而如果我放喺而家新嘅衣帽間嗰個位啦，咁佢個床尾咧就會對住個飯廳啦，咁成件事風水冇咁好啦。二嚟就係冇乜私隱度啦，所以今次我哋將個睡眠區收咗喺靠近細房隔離嗰幅牆度啦，咁成件事會保持個私隱度之餘，亦都唔需要話太接近個廁所，成件事都會衞生咗同埋整齊咗。嗱，間房喺用色上就冇太大嘅轉變，不過我諗應該就唔係好似客飯廳咁樣想突出收藏品啦，而係想淡化每個空間之間嘅直角位，同埋減低兩邊大櫃所造成嘅壓迫感。雖然衣帽間呢一邊同時規劃咗做工作區，咁但阿 Shin 都冇做到一張固定嘅書台喺度啊，希望可以保持靈活度，等屋主轉做其他用途嘅區域都可以。陶瓷而家就改咗做趟門，可以慳翻啲位，令到入面更加好用。繼續採用白色同埋淺灰色嘅簡約風格，整體感覺都幾舒服嘅，亦都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旗杆嗰邊有窗係名次嚟㗎。雖然而家就做咗套廁，但係就算有親朋戚友嚟嘅時候，都唔需要下下入嚟冇晒私隱，因為呢個屋苑嘅3房單位都設有一個冇淋浴間或者浴缸嘅廁所，就喺套廁隔離嘅啫，都唔算細㗎，而且同樣有窗通風。對比之下，呢邊嘅用色就深好多啦，感覺會硬朗一啲。呢個設計單位總共用咗大約725000蚊，當中木工工程花費最多，佔咗30萬，其次係泥水工程同埋鋁窗物料等嘅雜項，分別用咗12萬。雖然富欣花園唔係鐵路沿線嘅屋苑，但係出入都有唔少巴士同小巴路線往返區內同埋港九新界㗎。
至於買嘢食嘅方面，屋苑樓下就有少量嘅街鋪，以民生小店為主。居民亦都可以去到對面嘅藍灣半島，基座有3層嘅購物商場，入面有酒樓、餐廳、超市、生活用品店、補習社等等。不過鋪頭數量同埋類型都唔多嘅。想要更加多嘅選擇，就可以行大約5分鐘去小西灣廣場。雖然同樣以連鎖店為主啊，但就多個本灣市場可以買到鮮活食材。睇翻我哋28 House 嘅網站，而家富欣花園有大約15個未補價嘅放盤，叫價由328萬起步。至於已經補咗價嘅，就有2個嘅兩房單位，叫價由530萬去到670萬，尺價係12300幾蚊至到去13800幾蚊。睇開我片嘅朋友咧，都應該知道我係好中意望到海嘅單位㗎啦。呢度咧一入到嚟，經過設計師嘅改動之後咧，已經可以望到海景啦，已經符合咗我其中一個嘅喜好啦。另外加上佢係好簡約啦，唔知道大家又覺得點樣呢？都可以下面留言話俾知㗎。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